长这么大第一次听说吃饭要签字，一个珍宝蟹，也怪我们没有做攻略，一个珍宝蟹卖了800块，卖800块，太狠了。要不说三亚这个地方年年上新闻呢，是个争议的点。三亚是全最坑人的一个城市，潜水我不加钱，他就要摘我氧气面罩，处处都是隐形消费。我劝你们以后再也不要来三亚玩了。下面我们来看看这条视频。是全世界最坑人的一个城市。说好的10块钱一张照片，20块钱一个视频，结果我去选照片的时候就涨了100块钱一个照片，200块钱一个视频。潜水说好的就是2000块钱，结果他又开始给我涨价，还把我的氧气罐给我拔了。明明我买的那一个小青龙，我还标了个记号，结果给我上桌的时候根本就不是我买的那一个海鲜小青龙。等一下，我们到那个景区进去啊，所有人啊都给我下车到那个商场里面消费2000啊！我尊重你们，你们也尊重我，懂了没有？啊，我管你们是谁，在哪里都不好使，在这里只能听我的。我管你是充卡还是买东西啊！谁要是没买到2000，今天这个车走不了，听到没有？不要脸！不是有件事我真想吐槽一下啊，就我们在某个酒店的前台，然后报了个旅行社来这个阳朔游漓江这个旅游，然后说好的是没有任何隐性消费，没有任何强制消费，结果这上了这大巴车就跟粘胶一样，这导游燃着我们就要我们消费，至少得买什么桂林6宝中的1宝，强制购买1款，1份100元。这个有没有人管管啊？这合理吗？这合适吗？博主说，他已经很多年没跟旅游团出门旅游了，这次的经历实在让人无语。原本宣传的是4星级游轮，可真正登船后才发现，不过是一艘再普通不过的小游轮。如果想升级舱位，还得另外加钱，每人要多付50元。今年生意啊是真的太难做了，我做了民宿10年啊，这10年里面我觉得今年生意是最难做的。以前做民宿啊，随随便便卷价格，入住率就起来了。现在呢，卷价格也没用了。我们在岛上5家店，50多间客房，做民宿前啊都想着搞个泳池，花了这么多钱搞泳池搞院子，200多万做的民宿啊，照样生意特别难做。现在大家消费信心啊都非常的差。开民宿前啊，都说是诗和远方，开了以后你就知道什么叫做猪马牛羊啊，说多了都是眼泪。随着暑假来临，国内不少热门旅游景点却显得有些冷清。往年一票难求的度假胜地，如今不少酒店和民宿即便降价促销，入住率依然不尽人意。业内普遍认为，旅游市场的降温与当前的经济环境密切相关。近年来，中国的经济持续放缓，就业压力加大，居民收入减少，越来越多家庭开始捂紧荷包，将旅游等非必要消费放在次要位置。不少人选择减少出游，甚至干脆不出门。除了民众整体消费能力下降之外，旅游市场长期存在的各种乱象，也在不断削弱游客的消费信心。以热门旅游城市三亚为例，近年来有关宰客等负面新闻屡见报端，不少游客因此心生顾虑，渐渐对前往三亚旅游望而却步。不少网友在社交平台留言表示，与其花钱出门受气，不如待在家里。也有人直言，中国旅游业把自己玩死了。刚从三亚回来被坑了2万，今天把最坑的5个地方告诉你，一个都别去。第一个，天涯海角，就2块破石头刻了4个字，门票95块钱，进去就是看人，拍照要排队，拍出来就一块石头，朋友圈都不好意思发，本地人说给我钱我都不去。第二个，亚龙湾玫瑰谷，门票加电瓶车100多，里面就几块花田，还不如你家小区花园好看，全程带你逛购物店，不买东西导游脸能拉到地上。第三个，第一海鲜市场，别以为自己买海鲜加工就划算，缺斤短两是基本操作，你转身就被调包了，加工费比海鲜还贵。博主说，第4个坑人的地方是乌之洲岛，船票加门票100多，可一上岛发现几乎所有项目都要另加收费，随便玩个项目就是几百块，一天下来人均花费2-3千元。可在他看来，岛上的景色并没有想象中那么惊艳，整体性价比并不高。第5个坑是三亚千古情景区，门票300多，主要就是观看一场大型的演出，再加上一个游乐园，这类演出在全国很多地方都有，看看热闹还可以，但300多元的票价有些不划算。他说，真正三亚本地人会去的地方其实都是免费的，比如大东海看日落，去后海村冲浪，在椰梦长廊散步，
这些地方既能欣赏风景，也不用额外花钱。我跟你说啊，大理的7000家民宿啊，正在集体崩盘。有人卖了北京的房子去洱海边开客栈，现在连转让费都要不回来。大理从来都不缺情怀，缺的是你能活下去的情怀。真正崩盘的原因只有一个，当情怀开始批量的复制，情怀的本身就会被迅速的贬值。你去看现在大理的民宿，白墙原木侘寂风，院子里种满了芦苇和尤加利，再配一句文案，在大理时间慢了下来。博主说，第一次看到这样的民宿时，确实会让人有种惊艳的感觉。但如今大多数民宿都大同小异，看得多了，游客难免会产生审美疲劳，觉得缺乏新鲜感。而真正压垮民宿老板的是漫长的淡季，没有租客入住，可房租、水电费、物业费等各项开支却一分都不能少，长期入不敷出，让不少民宿难以支撑。如今的大理民宿行业已经是10店9空。我有个朋友，民宿就有区区的6间房，硬件条件也并不怎么高端，但偏偏今年5一他天天爆满，平时的生意啊他也很好，回头客很多。那么他到底做对了什么呢？其实这里面一点也不复杂，客人来了想吃饭，只要不介意，就跟着他一家人同桌吃点农村的家常便饭，从来不额外收费。客人想要体验乡下的农村生活，什么挖笋了、摸鱼了、干点农活了，他有空呢就亲自带着去体验。博主说，住在他家的民宿，客人完全不像在住店，更像是走亲戚，到表哥表弟家里做客。老板真诚待人，把客人当朋友当家人，不是冷冰冰的完成一桩交易。反观现在的许多民宿，老板躲在后台不露面，全程几乎没有交流，只负责收钱开房，把住宿当成一门生意来做，少了人与人之间的互动。客人住进去的只是一间空房子，感受不到人情味儿，也得不到任何的情绪价值。今天我来我们店里看一下我们店的一个情况啊。哎呀，我就是想奉劝一下这些即将要投入民宿这个行业的老板，你们慎重慎重再慎重啊！今年7月份，按理来说咱们霍尔果斯是旅游旺季，这几天你看一下我们家这个民宿多惨啊！近年来，导游强制购物、虚假宣传、景区宰客等问题屡见不鲜。有游客反映，一些导游不断地向游客施压，要求购买价值数万元的玉石、翡翠等商品，甚至直接放话，不买东西就不要上我的车。还有一些旅行团将游客带到购物店，进行长时间的洗脑式推销，有的购物环节甚至持续2天，让不少游客苦不堪言。你上车你就上车，你也走不了。这大巴车我还真敢说这话，我说的算。现在我说它坏了，马上它就坏，知不知道？我说它好了，它马上它就好啊。所以说我不上车，你自己上车也没有任何意义。进去就大大方方的挑，大大方方的看啊，挑完看完了该买咱就出来啊。人手一个小袋子，我看见了，咱就上车走啊！你们这个报名费还低，捐点还能怎么样？实在想不通的，觉得说导游你说这个，你不道德绑架我吗？你这不就是让我买吗？对不对啊？对，就是让你买。这位游客是一名导游，他表示，大多数导游基本没有固定工资，收入主要靠游客购物提成，因此才会想方设法引导，甚至强制游客消费。大家好，我是七导哈。北京的团就3种团，就购物团，然后自费团，然后还有纯玩。购物团的导游呢，他是1分钱工资都没有。你不管你问哪一个北京导游，你不信问问他，都没有工资。他靠什么？靠自费，靠购物提成。然后自费团的导游呢，有一个保底，但也不多，100多块钱吧，其他也是靠自费。只有纯玩的导游，1天才600块钱。他说，有些商家页面上写着某些项目是自愿参加。客服也会对游客这么说，但游客真正到了北京，如果真的完全按照自愿来，那导游就只能喝西北风了。许多网友留言，不管是什么原因，导游都不能强迫旅客购物，没有工资不能怪旅客，这是导游和旅行社之间要解决的问题。我就想问问各位做民宿的老板，你们还好吗？从5月初到现在2个月的时间了，客流量真的是非常少，入住率也非常低啊。每天呢，看着
空荡荡的房间，冷冷清清的小院，心里真的是又慌又无力。最近这段时间呢，店里也是勉强能保住工人的基本工资啊，也是拼尽全力在撑了。睁开眼呢就是成本，闭上眼呢就是压力。博主感叹道，在外人眼里，我们这些民宿老板每天看起来悠闲自在，风光无限，但只有我们自己心里清楚，很多人其实一直在苦苦支撑，咬着牙硬扛，只是不愿轻易放弃而已。2026年评谈民宿现状。当初裸辞开民宿，以为守一片海，一间院子，就能过上我理想的退休生活。等我真正入行才懂，原来现在民宿行业有多内卷。随着疫情开放之后，民宿行业生意开始变好之后，周边新开的民宿是一家接一家，平潭县城的连锁酒店更是拔地而起，放眼望去，全部都是同款网红装修。博主说，一到淡季，各家民宿就开始疯狂卷价格，房价被压得极低。虽然每天还能接到零星订单，但扣除人工、水电等各项运营成本后，几乎赚不到什么钱。一年到头真正能满房的也就五一、暑假和国庆这几个节点，其余大半年的时间，房间基本都空着。而游客的需求也变了，他们不再只关心拍照好不好看，而是更看重性价比以及有没有独特的体验。在这样的双重压力下，民宿行业正在进行新一轮的洗牌。消费者更加务实了，追求什么呢？就是能省则省，是吧？之前不是讲过吗？像我们民宿这个村里面，周末节假日人特别多，但是就是不消费。早上把要吃的喝的带过来啊，扎个帐篷，搭个天幕，铺块布在草地上，就这么一待就是一天。你说你怎么能够赚到他钱呢？有位网友就在评论区分享了他自己的出行经历。他说他走遍全国游玩，最开始出门也是爱选民宿，但是现在他彻底回归住酒店了。原因是他在旅行选择住宿的时候，越来越不在意装修风格了。他的核心诉求只有3点：干净、卫生、性价比高、价格公道。看完这条留言的时候，我瞬间沉默了，因为他说的句句在理。在我经营民宿的这6年，我也发现现在的客源结构在变化，来找我们的几乎都是家庭聚会、公司团建的客人，零散纯游玩的客人少得可怜。这位民宿老板感慨，10年前的民宿曾是都市白领心中的乌托邦，代表着一种理想化的生活方式。然而如今大环境下行，经济收缩，老百姓的消费习惯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，从追求氛围感转向精打细算。在这样的背景下，民宿正被市场快速淘汰。有没有做酒店同行的兄弟们？这个6月份你们开了几间房啊？是不是一下子就进入了淡季啊？我们有23间房，现在每天只能开到2到3间，真的是空房一大片，生意非常的惨淡。而我呢，又全程负责运营这一块，线上呢也该报活动的也报了，也做了降价，但是还是没有订单。最近好多朋友问我，大理民宿转让潮来了，现在到底能不能捡漏？确实，从去年到现在，大理不少民宿老板断租走人，院子直接还给房东。表面看租金降了，转让费砍一半，遍地都是机会。但你先别急，这波转让潮背后有3条硬伤。第一，市场着急爆了，大理现在快9000家民宿，游客停留的时间却越来越短，供过于求。博主说，第2个原因是政策收紧。过去无证经营还能混一混，现在消防、卫生许可不可，少一样都不行。很多小民宿1年利润才1-2万，根本扛不住这套合规成本。第3，同质化严重，清一色的白墙、绿植、网红秋千，游客看的太多了，审美疲劳早就来了。所以，单纯接受别人转让的民宿，大概率是坑。你接下的只是别人留下的高租金、旧模式和低客流。他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避坑。今年的行情到底有多难？我开民宿整整3年，往年还能靠节假日勉强续命，今年淡季直接把我抽到10年。这么大的一间民宿，整层楼房都是空荡荡的，就只有我一个人守着。说好听是老板娘，说不好听是看房义工。
为了多揽个顾客，房价是一降再降，抛去房租、保洁、水电费、耗材，忙活一整天就等于白干。好的，今天就跟大家聊到这里，请记得点赞、订阅、留言，并且分享给您的朋友。感谢您的支持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